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德欧峰会欧盟强硬了。然后是另外一条新闻是令和大叔上位，然后菅义伟取向如何这是2条新闻，因为今天真的新闻非常多我也不想这2条新闻我觉得都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我们的主题会讲2个那非常抱歉我又把时间搞错了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就把这个我们的直播室给打开了，然后有些网友就在这里生生的等了半个小时非常抱歉浪费大家时间我以后尽量的准时尽量的不要老是搞错时间我已经搞错好几回了那我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怕迟到，所以我经常会把时间往前赶，有的时候往前赶我把准备好了，我就以为那个时间就到了，大概是这样抱歉，所以我就提前开始跟大家说几句闲话说一个事儿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叫要为这篇文章很特别这篇文章叫什么呀？我看看这篇文章叫我们应该为国家陪葬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这个奇文这是个奇文，这个作者叫吴辉吴辉看了一下文章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这重度洗脑患者这重度洗脑患者有一些基本常识都没搞清楚所以这篇文章在上个星期在国内流传得很广这个吴辉呢，我上他的个人网站看了一遍他还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什么？叫一定会有恶福遍野的时候讲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其实他很关注一些中国的重大议题这有点像，我想起有点像这个以前有个段子讲这个身居这个地下室这个一会儿中美关系怎么样，一会儿欧洲问题怎么样，然后门口就敲门砸门说这个查这个居住证来了就有点像这个情况就有点像那个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嘴这里面有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就是第一个，他这篇文章呢，就我们应该为国家陪葬，这标题一起呢就有问题。什么问题？陪葬是什么概念？陪葬就是这个人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陪他一起去死，一起埋在一起，这叫陪葬。我们应该为国家陪葬什么意思就这个国家完蛋了。上来就是这个国家就完蛋了，这其实跟他文章完全不搭。他很爱国当然他爱的那个国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个国，他以为爱的国是中国，其实他爱的那个国是中共的国。所以呢，他有一些论据呢也是逻辑错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他讲中美关系，其实讲到底他在讲中美关系。就是我要帮中共去打美国人为什么？原因是他把所有中美关系的问题核心解读为什么呢？核废料，说这个美国要解决核废料问题所以中国不肯帮美国处理核废料，所以就得罪了美国。所以呢，美国就要来对付中国，我们就要为中国这个陪葬。这是一篇这样的文章，这是一篇奇文它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美国是有100多个核电站，但是其实美国的核电站已经停止运行好多年了，他不知道所以中国正在建100多座核电站所以其实
怎么说呢？我就不想反驳他的逻辑，因为完全没有他基本上没有逻辑啊，所以这是一篇大家有空找来看一下啊，这是奇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到了啊，到了我们就开始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第一个，中德欧峰会。中德欧峰会，其实我们在上周末的这个预报里面是预报了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实际上是中欧之间是有计划开这个会啊，早就计划了开这个会啊。那么本来计划的是在德国的莱比锡开啊，叫中欧峰会。但是呢，因为疫情开不了怎么办？就开一个网上的视频会议啊，所以这是一个计划中的会议啊。这个会议的主题讲什么？还是讲那个中欧投资协定啊。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其实是目前贯穿整个中欧关系的一个核心啊。那么这次会议就是准备要谈这些事情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就是习近平、李克强，然后和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6月22号举行过一次视频会议，也是一个峰会，也是中欧峰会啊。然后你看一下，现在9月份刚刚9月中这实际上3个月不到的时间又开一次峰会。其实那次的峰会也是谈中欧投资协定，所以可见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也好，对欧洲也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投资协定上次6月22号开完峰会之后，其实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啊。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2件事，一个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一个是国企的政府补贴的问题啊。那么这是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并没有达成协议，并没有达成就是共识啊。那么目前主要的障碍在2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信息与通讯技术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工会和强制劳动强制劳动讲的是劳改产品那么双方这个投资协定里面通常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和强制劳动的关于这个工会和强制劳动的一些指引，会把它放到那里面去，作为一个标准性的要求。那么中欧投资协定，双方达成共识之后，首先要签一个政治协议签一个政治协议之后，然后欧盟再回去通过27个国家全部都得通过。这个投资协定才成立，否则就不成立一个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今年年底双方能够达成政治协议，那么具体的文本的细节就会在2021年完成，然后2022年正式签署。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因为2016年这个事情已经开始谈到现在，一直要谈6年时间然后峰会开始之前，我刚才讲，这就是中欧投资协定的一个背景背景大概是这样。那么在这次峰会之前，双方先签了另外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叫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就是为这个峰会呢创造一个气氛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有100个有地理标志的这个保护纳入保护范围，就是各有100个这个地理标志的名称比如说安吉白茶，这个以安吉为地理标志的产品名称是受到保护的。什么盘锦大米蓟县豆瓣酱山西老陈醋吐鲁番葡萄干这中国会有100个，欧洲会保护然后欧洲会有100个品种，比如说
法国香槟啊、爱尔兰威士忌啊、巴伐利亚啤酒啊、这个菲达奶酪啊等等啊，这100个啊，双方保护对方签订一个这样的协定啊。那么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峰会制造气氛啊，双方友好啊，就是一个这个东西啊。但是峰会一开啊，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这次峰会有4个主题：气候变化、经贸问题、国际事务和人权、疫情和经济复苏啊。这个排序是有讲究的哈。气候变化双方立场基本上差别不大啊，所以气候变化放到最前面。然后是经贸议题啊，经贸议题就是投资协定啊，投资协定有问题，欧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第3就是国际事务与人权啊，这基本上是欧盟在批评啊。然后就是疫情和经济复苏啊，基本上这4个问题，欧盟上来就开始讲这个投资协定啊，投资协定，米歇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啊，上来就说欧盟不会再被占便宜，这耳熟嘛，就是川普总统的话啊。欧盟要求有更公平竞争的贸易关系，欧盟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是基于对等、责任和基本公平啊，这一下子就开始，这个调子一下就拉高了啊。然后默克尔上来也说这个整体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必须奠基对等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上。他说，过去15年，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强大，这代表着今天要求一视同仁的对等和公平竞争，当然非常正当啊。这是这个默克尔说。然后这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如果中国希望在年底前签署协议，中国就必须在市场对等开放等方面有所进展。他认为，在中国产能过剩、行业补贴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看见没？欧盟的态度一下子变了啊，态度一下变了。然后，香港、新疆、西藏的人权议题，欧盟怎么说？欧盟说，我们进行这个高级别的对话，保持与中国的对话。那么呼吁啊，这个保持了高级别的对话。冯德莱恩讲，我们重申关注中国对待新疆、西藏少数民族以及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的待遇。我们要求让独立观察员进入新疆，并呼吁释放任意拘留的瑞典公民桂明海和2名加拿大公民。欧盟认为，中国应该听取香港的民主声音，维护权利，维护自治，并呼吁中国信守对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承诺。这香港议题啊。然后默克尔说啊，双方确实啊，就是中欧双方确实在人权上没有取得多少共识啊。然后就是疫情，欧盟对习近平表达希望所有国家对武汉肺炎的国际卫生应对措施进行公正、独立、全面的评估，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查找病毒的来源，基本上都谈到了啊。就是说，你可以看米歇尔和这个冯德莱恩还有默克尔啊，基本上都在投资协定啊、人权问题、疫情这3个主要的方面都谈到了啊，没有回避所有的热点问题。因为什么？后面就记者会啊，峰会一结束，马上就开记者会啊，这些议题全部都会被记者问的啊。那么欧洲议会的决议其实对欧盟有决定性的影响，你可以看这次会议你就知道，这次峰会，欧洲执委会也好，这个欧盟执委会也好，欧盟执委会和这个欧洲理事会啊，实际上都在执行之前欧洲议会的各项决议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更往回关注什么？欧洲议会通过的一系列的决议啊，特别是在香港、新疆还有西藏这几个议题上，
基本上是欧洲议会的立场啊。然后呢，这里面有一点，欧洲和美国的立场是有区别的啊。欧洲，但是在大的方向，你可以看大的方向，欧洲跟美国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立场是有区别的。等一下我可以讲这区别在哪里啊。这是欧盟方面啊。习近平讲话，很有意思啊。习近平讲话先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啊。这个大变局他讲了好多遍了啊。大变局，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越是面对这样的形势，越要牢牢把握互相支持、团结合作的大方向，越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护正义注入更多的正能量。然后4个坚持啊：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啊，就是4个坚持。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讲了什么呢？啥都没讲，就是高瞻远瞩啊，又在高瞻远瞩。这部分话是讲给谁听的？讲给国内听的。你看，我们跟欧盟又在进行战略对话，就是讲这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开始中方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原则立场啊。涉港涉疆的问题是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问题啊。然后就是一堆辩解。关于人权问题啊，人权问题他说什么？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双重标准。中方愿意同欧方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加强交流，共同进步啊，就这样啊。谁赔呢？这次谁赔呢？刘鹤、杨洁篪、何立峰。大家有没有留意？王毅没来啊，但王毅没来。总结一下，习近平的讲话呢，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双方的讲话没有什么交集啊，没什么交集。基本上第二部分就是辩解一下啊，然后就是还有一点，我看这讲话有点特殊之处在哪里呢？习近平对投资协定没有多谈啊，只是讲原则性的讲，我们要加快进度，没有多谈啊。既没有说我们要怎么样，也没有说中间存在的问题，都没谈。那么可见中国对欧盟的态度就是欧盟的态度强硬，在投资协定方面，欧盟的态度开始趋于强硬，中方应该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是中方还没有反应过来该怎么办，什么意思啊？所以总的来说，在这次峰会有4点，5点啊。第一个，欧盟的立场开始强硬啊。欧盟立场开始强硬反映在哪里呢？主要反映在投资协定的立场上。原来的情况是什么呢？原来的情况是欧盟比较着急，欧盟很想要这个协定，欧盟比中国急。中国呢就把这个投资协定作为其中一个牵制，就是说你要跟我签协定可以，但是呢你得这样。那欧盟真的是就这样，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我们之前做的节目几场，特别是上面那一场6月22号的那一场，那6月22号那一场峰会，其实老实讲啥都没有，就是欧盟的这个2个首脑出来配合习近平演了一场戏而已，啥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欧盟比中国更想要这个投资协定。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欧盟的态度变了，欧盟态度很强硬，上来就说我们要对等，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这个对等公平基础上的这个规则，开始讲这些了。这些大家很耳熟哈，这个就是川普经常讲的话。当他一开始讲这个的时候，你一听西方国家开始讲这些的时候，他就开始强硬了，因为他有些东西他不能退了，或者是他不想退了。他一不想退，他就会讲这些话。
这是第一点，就是欧盟的态度开始强硬，特别是在投资协定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默克尔，大家很关注默克尔，因为默克尔是轮值主席，今年是轮值主席，明年是法国。默克尔的态度很重要，因为欧盟就是2个国家，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德国更重要一点。那么他是德国总理，那当然他的态度很重要。那么之前呢，你可以看默克尔在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默克尔都不讲话，都是含糊其辞，过去就算了。这次讲了，这次表达出来了。但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默克尔讲的话呢，就是很婉转，基本上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随大溜啊，就是莫大妈的态度就是随大溜。欧盟名义是这样，然后欧盟的整体态度是这样，我们就随大溜，大概是这样啊，这是默克尔的态度。第三个呢，就是欧盟跟美国的对华政策，它的差别是有明显的差别啊，明显。方向基本上是一致，就是说，美国是激烈的对抗，欧盟开始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啊，他开始表现强硬的立场，开始在有很多的议题上面开始相对而行啊，不是相向而行，是相对而行啊。但是呢，有2个问题，欧盟是不碰的，就是美国提出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2样，它不碰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脱钩，欧盟从来不碰这个议题，欧盟不打算跟中国脱钩。大家如果要知道，如果脱钩这件事情，美国没办法把欧盟拉进来的话，脱钩这件事情效果是很差的，不会有那么好啊，不会那么好。所以实际上呢，蓬佩奥的工作还很多，美国一定要做通欧盟的这个工作，美国的脱钩战略才能够取得成效，取得有明显的成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追责，欧盟说调查病源，但从来不说追责啊，所以你看。欧洲跟美国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啊，有区别。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那么中国这边你看啊，这个中美关系一恶化，然后你看以前中国对欧盟的态度那就是颐指气使，现在态度柔和的很啊，态度柔和的很，调子也没那么高调子了啊，那么。也不谈什么中国有13亿市场，不谈这些了，基本上态度开始转变啊，底气不大足了。原来底气很足其实是建立在中美关系上，中美关系没有了，那底气就没那么足了。然后呢，基本上你可以看这次峰会没有什么成果，没有实质性的成果啊，就是发了篇新闻稿。人民网做个头条，新华网做个头条，没啥东西啊，主要是宣传效果。大体上就是这样，这次峰会大体上就是一个这样，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2件事。第一个，欧洲的态度，欧盟的态度在转变，转强硬啊。欧盟也是利用中美关系的交恶，它也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就是说，它可以在和中国的交往过程当中。他可以取得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他想得到一些实控。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这个民意的问题，欧盟也好，欧洲理事会也好，他们是个不能够偏离他们的民意，就是欧洲议会。欧洲议会其实有很多的决议，所以他必须在这2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啊，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新闻啊，第一个主题。第2个主题就讲的是。菅义伟啊，令和大叔，今天举行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菅义伟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啊，投票是什么？总共是535票530，其中国会议员是394票，地方是141票，总共是535，结果呢
535有效票是534，菅义伟得了多少票？288，那绝对优势。然后那个谁，另外两个是288国会议员票，89地方票，总共是377。那这个岸田文雄只得了89票，然后这个石破茂只得了68票，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啊！这绝对是压倒性的胜利啊，压倒性的胜利。然后就是菅义伟在当选之后说安倍首相生病了，那么国难当头，不能出现政治空白，为了克服危机我将继承安倍首相的政策，继续前进，这就是我的使命这是菅义伟说的话。菅义伟为什么能够得到压倒性的票压倒性的胜利？原因是2个。第一个，菅义伟是基本上是安倍的左膀右臂他帮官房长官，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是记者会天天都是他在开，那他的曝光率仅次于安倍然后他是大内总管，相当于大内总管，帮辅佐这个安倍所有的政策的实施所以他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为安倍的一个安倍政策的执行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呢，对于一个过渡性的角色来说呢，他有优势大家愿意选这种人因为你是过渡性嘛，你过渡性就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他得到这个压倒性的优势，有他的道理然后就是菅义伟又面对几个问题他马上就是他已经当选总裁，那完了以后就应该是没有意外，他一定是99届，应该是99届吧首相99任首相那么这个应该没有意外，9月16号进行这个首相指名选举，然后他应该是会接任这个第99任首相然后到16号当天他就完成这个内阁的组阁那么对菅义伟来说，他有3件事情要考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就是自民党，他自民党总裁，他当了总裁，他第一件事情安排什么？安排自民党的内部的这个人事布局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马上要去当首相，他肯定要组他自己的内阁，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这2件事情，这是第一个因为自民党是执政党第二个就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第2季度日本经济收缩，下跌28%，疫情和这个消费税的影响。那么2战以来最大的跌幅，那么现在菅义伟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策略这是第2个问题。第3个问题就是外交现在也是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那么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期望，但是毫无疑问，菅义伟一定会继承安倍的这个既定的方针，在外交方面既定方针就是2条。第一条，美日安全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石，这是第一条。第2条，主攻方向中国。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安倍首相他制定了一个非常有原则，但是又很灵活的对外政策，其中核心的是针对是中国。这原则是什么？原则就是他跟美国的在和美国相处过程当中，他给美国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是一伙的，你的政策我都支持，我尽量的配合你。这是他给美国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呢又不愿意的，当然我讲的是过去在和中国的在美国的亚太战略当中走得太前面美国当然希望日本在它的亚太战略当中走的尽量往前走，这样的话减轻它的压力美国是很希望这个动作的，所以美国一直在后面推动一系列事情，包括其中包括日本修宪让自卫队能够驻扎海外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是推动日本往前走。但是日本不愿意走得太前，因为什么？走得太前风险大，他也不想直接和中国对抗。他的防卫相说过说在和中国这段时间，今年以来对日本施加了很强大的军事压力，3个月的时间，日本自卫队紧急起飞了177次，3个月177次飞机去应对解放军的飞机往他们的这个航空识别区飞过来，所以实际上中国在给这个日本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不愿意走得太前，他直接就会和中国撞上。但是呢，他又现在的日本的态度呢，又在发生变化。日本愿意往前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自己往前走了，美国在往前走所以呢，而且这是第一个方面，美国开始往前走具体的往前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开始扩张的非常的快对日本来说，它的战略利益受到了威胁。日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其实主要是2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东海，以钓鱼岛为中心的东海的战略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南海南中国海。南中国海的战略方向是什么？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对日本来说是有巨大的威胁。为什么？因为它的石油通道是南中国海，这是日本从中东的石油通道是通过南中国海，所以对日本来说，他现在的战略选择其实也不多，他也得往前走。菅义伟上任之后，他就要面对这些问题。安倍首相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立场坚定这个手段很灵活，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呢，他给美国的信息很正面，但是他有些事情他处理的很灵活，这就是安倍首相。所以对美国来说，安倍首相是一个不错的搭档。但是菅义伟他在外交领域经验不足，因为他是大内总管嘛，所以日本的对外关系可能要多关注一点，因为他在这方面不熟悉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变化不好说这里有一些变数在这里头。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2个主题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主题就是中欧峰会，第二个主题就是菅义伟即将接替这个安倍出任日本首相。那么日本的政策基本上大方向是萧规曹随，就是说菅义伟会跟随安倍的政策往前走，但是中间也有一些变数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我们就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尽量的简洁那我们可以多读一些观点。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还是有很多网友提出来我们的广告很多我们学习了怎么去想办法减少一些广告但基本上我们现在尽量的把广告减到大家可以忍受的地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尽量的能做的做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 OK， 好，我们进入互动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见。
好，明谢邓 X，谢谢王先生每天的直播，每次王先生不经意的表现对普通人的关怀和理解，我都好感动，谢谢你，谢谢 Jack Hang， 谢谢 Renee Mac， 谢谢Mike 朱，谢谢 Yukiko Kajita， 谢谢林腾，谢谢 Michelle 刘，谢谢东野主人，谢谢 Kingnam Yom， 谢谢呼吁有条件的网友积极加入会员或者 Patreon 来支持王先生的节目，这是我们大家的节目，也是大家共同学习和进步的节目。翻墙观看 Patreon 确实比油管流畅，重播而且没有广告。是的，就是如果有些网友真的对广告不耐受可以去 Patreon。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订阅这个油管的 Premium， 就是 Premium 应该怎么说也算是会员吧。然后但是如果你订阅这个，你不如去 Patreon 订阅我们的会员那个就完全没有广告，还有其他的优惠好吗？曾燕妮。Jennifer OK。 后台发现剪掉的广告又会被加回来，我们会尽量做，但有的时候无法控制。是的，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它有些广告点，我们就把广告点咔咔咔去掉了以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回过头一看，它广告点又给加回来了，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控制不了，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我也希望能够减少一点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观点，欧盟转变态度极有可能是王毅威胁捷克后让德国、法国醒悟了。我觉得欧盟的态度转变有这个因素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王毅威胁捷克的这件事情其实什么呢？其实不是改变，是让欧盟醒悟。欧盟不存在醒悟，欧盟很清楚中共是什么。我觉得是改变了什么呢？改变了欧洲的民意。就是这件事情太让人生气了，大家都很反感。于是呢，欧洲的民意开始发生了变化，所以这是欧盟转变的其中一个。我觉得会直接影响他的政策观点，中共需要用大国崛起的噱头来稳定民心，但一吹牛又会在国际上失去很多优惠，所以撒泼耍赖，又说自己大国崛起，又不放弃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真想得美OK。观点，欧盟这些领导人和中共官员开会，脑瓜子肯定嗡嗡的。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正面回答问题，欧盟已经很明确的提出诉求，中共那些土鳖就给你打太极观点，最新从华为产业链获得消息显示，华为目前没有 Plan B， 后续华为可能从高端手机降维至汽车、OLED 屏驱动等，配置以软件、手机周边产品普动。如果降维的话，那它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了。如果它真的没有 Plan B， 我也觉得它很难有 Plan B， 上哪去弄 Plan B 去？所以我觉得我对华为的前景的看法一直没变过，就是如果美国坚持把华为的这几条路堵死的话，华为会慢慢的萎缩，消失的，最终会消失的情况加提问，推荐2015年 BBC 制作的纪录片《习近平因素》的习 Factor， 其实早有人把200斤个人的崇拜、集权专制、要用红色政权称霸世界的本质和意图看清楚了。为什么之前都是零散的抗议，直到最近才集结力量进行反制？之前的姑息养奸是美国没有挑头，没有理由兴师动众反共，还是丘吉尔之前的英国一样侥幸和贪婪呢？
那是这样，政治呢就不是一拍大脑或者是一拍大腿啊，说哎呀我明白了，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改变了，不是这样啊。政治呢，其实政治是需要一个进程来推进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几个核心的因素啊。第一个是民意，大家知道西方的民主政治，民意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需要民意，改变民意也是一个进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就像我就说，我经常讲的一个道理就是，美国如果你要对习近平采取行动的话，你一定要联合西方的力量，就是比如说欧盟，你比如说你要脱钩，你光美国跟中国脱钩效果不明显，如果你拉上欧盟，拉上日本跟中国脱钩，你试一下，那效果就很明显。所以你必须去整合这些资源，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制定政策，你要知道民主国家民主政治一个政策从酝酿到准备到制定到最后实施，那个过程是有一个过程的，没那么容易的，还要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来推动这件事情让它发生，比如说川普总统，以前你奥巴马没有推动过这件事情，或者是再往前就更没有了，所以要把这些事情全凑在一起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里面存在的一个所谓的姑息养奸这回事，因为每一个总统也好，每一个政治势力也好，他们看待这个世界总是有一定的角度和局限的，你没有站到这个前面来，你是永远看不到这个角度能看到的东西的，所以我不觉得这里面刻意有谁在姑息养奸这回事，我不觉得是这样啊。情况观点，早年菅义伟曾回复中国记者提问时，不回应的问题直接怼回去。他说日本是个好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我们国民和媒体可以批评和讨论政府和领导人，跟你们不一样。他个人立场是对中强硬的态度，但是态度决定脑袋，要继续观察他的政策。OK，其实日本还是有左中右三个不同的立场的啊。提问王先生是否看到财新周刊最新的封面故事兰州病人，关于去年兰州生物药厂泄漏致超过3000居民感染布鲁氏菌，同样被定性为意外的偶发事件，同样的官方谎报感染人数淡化影响。财新此时发表这个调查报告有影射的意味吗？谢谢。这份报道我看到了，这个时候发表有影射，当然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政治媒体，他发表这个东西呢，一定有他的想法意图啊，他不会，特别像财新这样的媒体，他不会没有政治觉悟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他是不是影射呢？我就不知道，我不觉得他这个故事有影射的意味啊。但是肯定一点，他是在批评一件事情啊，他在揭露一件事情，这个没有疑问啊。那么我对财新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财新做的一些故事在很多新闻议题上，政治我不说啊，我是说从新闻的角度来说，财新表现出来的专业性比中国其他的财经媒体要表现得更好一些啊，很好，尤其是在2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武汉疫情，我觉得基本上财新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中国媒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财新有一些报道是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是有保留的，有些东西是有保留的啊，吹牛吹过头了他就不报啊，所以你看财新上面有些东西其他媒体做的很大，财新完全不报，他是有态度的啊。提问：严立梦博士见川普的律师，说要公开武汉病毒为实验室制造的报告，请问能说一下吗？我一直认为武汉肺炎是习近平同志签字启动的生化武器项目。严立梦博士已经公开了他的报告啊，大家可以去推特搜一下啊，他已经公开那个报告可以完整的下载，我看不懂，我也没办法评价。但是我只有一个态度，就支持啊！我支持这方面，支持各个方面对武汉疫情的各方面的调查，只要有利于揭示真相的工作，我都支持，包括严博士的报告啊。但是我不懂，请大家专家们去尽量的去看啊，去尽量的去给大家解读，好吗？我做不到，这个我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等有足够的专家解读之后，我来跟大家报告，好吗？提问：欧盟的态度是否和美国的大选有关？欧盟在等待谁当选再决定态度吗？有这么说啊，现在外面有这么讲，有这种讲法，但是我觉得欧盟成立目的是什么？欧盟成立的时候就是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嘛。欧洲人多么骄傲的这个大陆啊，是不是？他真的不甘心。虽然二战之后啊，这个欧洲发现他们的地位落后于美国，他不甘心，所以成立了欧盟嘛。所以这是欧盟成立的理由嘛，原因嘛。所以欧盟其实是一直在寻求什么呢？寻求它独立的外交政策、独立的经济政策、独立的地缘政治角色，这是欧盟成立的原因，这也是美国不高兴的事情。所以在欧盟的态度上，你可以看到欧盟经常和美国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在整个的冷战的过程当中，欧盟还是非常配合美国的战略的啊，或者是欧盟跟美国是紧密的合作的。在冷战期间，冷战过后，双方开始有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才会有欧盟的出现，才有欧元的出现啊，是这一切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理解什么呢？从大的格局上说，欧盟就是要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它存在的价值。他也很清楚，如果他跟美国一模一样的话，他就没有价值。所以美国要学习什么呢？就特别是川普总统要学习怎么跟欧盟相处，才能够和欧盟建立统一的对华政策，他的脱钩战略也好，对抗战略也好，才能够事半功倍啊，这就叫战略啊。观点：在美国宣布迁移大使馆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的巴林和阿联酋依然也能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还有这次的中欧峰会，蓬佩奥到东盟，我感觉川普政府的外交团队很厉害，也从原来的分散型的外交政策开始越来越系统化，有针对性，非常正确。还有阿富汗呢，阿富汗那边也在谈，你可以看哈，中东和平进程啊，现在应该是启动了啊，正在路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阿富汗那边塔利班和政府正在谈。那么这件事情，阿富汗那边是这个蓬佩奥亲自在推动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川普的战略是什么？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摆平。就说把所有的战略资源收回来，集中到哪里？集中在对华政策上。所以他要把所有的问题先抹平掉，中东平掉啊，然后集中资源在叫亚太啊，
应该是在印太，他们现在叫印太地区啊，印太战略上啊，所以你可以看，我觉得从年中开始啊，美国的对外的这个战略越来越系统化了。你的总结非常对，非常到位，很棒啊！观点：一旦西方面对中国形成脱钩的统一战线，世界将分为中国和外国两极，形成类似冷战的两极格局，基本上还是两种价值观、世界观对立的意识形态冲突。大方向是这样啊。提问：王老师，你可否谈一下海峡论坛？本来国民党王金平准备参加，国台办也应该非常有诚意，但是被央视李红在节目中求和，说贬低台湾人民啊，他没有贬低台湾人，贬低国民党啊，其实就是贬低国民党啊，导致国民党因为道歉换人，绝不矮化要求没有满足，因为维持对等尊严的原则，宣布取消参加论坛。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是因为宣传口和国台办两边有矛盾，还是没有协调好？这种战狼宣传会不会不断造成得罪所有盟友，达到作茧自缚的效果？第一个，我真不相信宣传口跟台办口有矛盾啊，这个不可想象，这个在中共的整个的对外政策方面不可想象。李红说那个人是来求和的，他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才会这么说。因为这么说的后果其实很清楚，央视很清楚，国台办也很清楚。你别忘了，那个节目就是国台办的节目，不是央视的节目。你别搞错了，主办李红的那个节目就是国台办的节目，不是央视的节目，国台办主办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说是这个宣传口跟国台这个台办口没有协调好，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不对的啊。那么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这不是给自己拆台吗？我觉得是在有一个对内宣传的需要，觉得这么做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而且老实讲，这个海峡论坛现在，老实讲，海峡论坛这个平台已经失去了效果。为什么？第一个，国民党在岛内已经臭大街了，那你跑着去开这个海峡论坛，有太大的统战效果吗？应该就没有太大的统战效果。王金平去参加这次会议，当然他想利用这个平台重新建立他的位置，也许大陆方面不想这样，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肯定不是一个失误，这绝对不是个失误，不会失误。这种问题上，在这种问题上是不可能发生失误的，只有可能是什么？只有可能他的有些意图我们没看到，就是说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自己拆自己台。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国民党去参加这个会本身，他的意图和大陆方面的意图是不是一致，这个需要研究一下明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算是国民党不去，海峡论坛不是照样开吗？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再去想一下，大陆方面做这件事情的意图，并不是我觉得不是出故障他是有想法的，但想法是什么？的确是很奇怪，的确是很怪异很怪异那他不是得罪人，他是故意为之我也老实讲，我也没有想得太通，就是因为你逻辑上不成立，你这头逻辑不成立，就是说他们之间没协调好，这个逻辑不成立。另外一个逻辑不成立，就是我要开个论坛有人跑得来捧场，
你这一句话把别人打回去了，而且让他丢盔卸甲，颜面尽失，这逻辑上也不成，这两个逻辑都不成立。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再看看吧，我也没有很好的理论来解释啊。提问：王先生，听您的视频有1年了，受益良多，但是还是有一个强国问题。你也是从强国出来的，感觉你也是利益集团出身。什么叫利益集团出身？为什么会坚决抵制中共？如有冒犯，请原谅一个强国人的猜忌啊。第一，我不知道你的利益集团是什么，利益集团出身，我没有利益集团出身啊。我原来在江西电视台当记者，然后90年去了香港。我就已经是香港人了，然后我在香港一直当记者，当媒体。后来我去加入一个投资银行，在北京做一些投资业务，但是我还是香港人，我没有进入中国的建制，没有。后来我就又到了深圳，深圳也是在海外的这个媒体机构工作，一直都在海外媒体机构，没有在利益集团，这是第一个。所以你的这个利益集团出身这个前提是不对的啊，我没有利益集团出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坚决抵制中共？有2点。第一点，我是做中国新闻出身的记者啊，就说我的职业生涯，我在香港1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啊，那么主要是新闻媒体的工作，我一直在做中国新闻啊，我的领域就是中国新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是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啊，和新闻和评论。那么如果我要谈中国，你能绕得开中共吗？如果你要谈到中共的话，你会不会抵制呢？这就是一个我很简单的逻辑，就是我跑到 YouTube 上面去做一档节目，那我肯定这档节目是跟中国有关的，因为这是我的领域啊，这是第一个。当你在讲中国的议题的时候，你绕不开中共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当你谈到中共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你要给大家一个判断，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那我讲到的议题都是他不对的，那你得到的结论就是我在抵制他。我解释了吗？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好吧？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到你的猜忌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有2点，从价值观来说，我认为中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组织，这是我的价值观。第二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结论都有新闻事实的依据啊，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抵制的判断，但是这个抵制判断不能够偏离我们的专业，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喊口号，我们必须要有依据。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疫情有2点，第一点，中共撒谎了；第二点，在中国发生了严重的人道灾难，这2个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就是这样。OK， 观点：脱钩战略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西方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相似的利益诉求，逐步达成面对中国的统一战线，需要相当的时间和条件来完成。疫情、香港问题和中国的各个击破战术都在促成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但最终统一到全面脱钩战略尚需时日，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观点 ：CCP 想利用欧盟作为对抗美国的棋子，事实将证明是彻底的打错了算盘，最终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欧盟跟美国还有整个西方世界价值观从根本上是一致的，跟 CCP 是完全对立，非常正确。情况：杭州基层台办每年经费几百万，请台湾国民党来大陆好吃好喝，国民党被严重的蓝金黄。国民党我觉得你从过去半年的表现来看，尤其是马英九啊，
我觉得他们已经好像被有个词儿我不知道读出来会不会大家误解啊？去势，大家听得懂吗？来去的去，势就是势力的势。我觉得国民党好像已经被去势了啊，所以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我觉得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是零，甚至是负数啊。情况：美国西部全线野火，温哥华今天也是大火，缆车电缆被人恶意剪断，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前两天不断的有人说，在推特上说有人在放火啊，有系统的放火，但有些视频我一看是到后来证明是假的。我觉得联邦调查局应该好好的查一下吧，你说呢？这么严重的指控，对吧？情况：坐标澳洲，技术移民审理因为疫情停滞不前。前一阵子公司同意给做雇主担保，已经开始审理签证，很开心。感谢王老师的节目，对我在结束留学后的去留问题上有很大帮助。不客气，希望你能够有很好的安排，能够留在澳洲啊。提问：王老师，还有各位网友，上期王老师说要在后台手动减少油管广告，但我的确认是油管插进王老师视频，王老师才会有收入。如果我们认知没有错，干嘛去删广告？帮王老师增加收入是好事啊。后台，您的认知完全正确啊。我的主要收入是来自广告，大家看广告会增加收入啊，但是我也不愿意大家因为广告太多影响大家观看的这种体验，所以呢，我会想办法去做这个动作啊。但是呢，我做完之后呢，他又加回去，我就没办法，因为我不可能天天趴着后台，他加回来我又剪掉，加回来又剪，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大家理解，就是说我会去做这个动作，我就是等我们视频完成之后，我会马上去看他有没有加上去，加上去我就得去删一下，但是删掉之后会不会他再往回加，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还是有一点不确定性，所以请大家谅解好吗？提问：王老师之前还是比较推崇张文宏医生，请问现在如何评价他？他现在对疫情的建议，请问还可以参考吗？我觉得张医生比较聪明啊，他讲话都留有余地，那你听呢也留有余地的听吧啊，所以要有防备心态会比较好啊。情况：美国国务院旅游提示，去中国有被随意拘留的威胁。提问：王老师，请问你一个怕你不高兴的问题，你对中共认识这么深刻，为什么还待在中国那么多年？我不待在中国那么多年，我怎么可能认识那么深刻呢？你说呢？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人是这样的，人的整个的生活轨迹，有一部分是你的意愿，有一部分是际遇。在某些时刻，你的意愿会更强，就是更主导；有的时候际遇会主导。所以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不确定性在这里头啊，这是第一。第二，我在中国这么多年，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我其实一直是以一个香港人的身份在中国停留啊，这也是一个角度，就是我可以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观察中国。这会相对比较客观一点啊，好吗？我不会骂你，我不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在冒犯我啊，因为两点，中国人被骗了很多年，你特别跑到海外来，那么有一些海外也有很多骗子啊，很多这个大外宣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骗子，
所以大家有一个防备的心很正常，我没有问题啊。大家问这样的问题，我一点都不介意啊，我不觉得被冒犯啊。为什么？我很坦然嘛，是吗？啊，这个没问题，好吗？观点不认为会形成两极局面，苏联和东欧集团是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自行内循环，但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内循环的基础，不管是石油矿石还是芯片高科技，两极是中共的愿望，但未来的局面一定是中共迅速崩溃，崩溃没那么迅速啊，崩溃我觉得会有一个蛮长的过程啊，蛮长的过程就是大家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啊，这不是浪得虚名，这是第一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这个过程会蛮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能不能内循环？一定不行啊，所以实际上他所谓的内循环是无奈之举啊，内循环所谓内循环就是无奈之举，就是说，我知道你要跟我脱钩啊，那么我没办法改变这个局面，那我就提前在做一些脱钩的准备吧。所谓的内循环就这个意思。但是呢，我尽量的做脱钩的准备，我也尽量的争取外部经济的循环。他不是说你要跟我脱钩，我就直接把门关上，我就内循环了，不是这个意思。中共没那么傻，他现在内循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先做准备，你要跟我脱钩，我要做准备，但是同时我还是尽量的争取跟外部的经济的往来、出口啊、投资啊，我还是在做，我该做还得做，但是效果没那么好，没关系，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我总比啥都没有强，这是中共现在的心态。那结果会是怎么样？我结果就看美国的策略，就是说，我一直认为这个脱钩呢，美国脱钩对中国有巨大的冲击，影响非常的大。但是，美国最好的策略是一定要联络什么呢？联络更多的盟友，就是西方盟友，包括欧盟，包括日本等等啊，就尽量的联合更多的盟友一起去加入，比如说五眼联盟啊，全加入这个脱钩的行列，这个战略才会事半功倍。所以其实取决于什么？中国的内循环的战略取决于美国的战略是什么啊？取决于这个啊。情绪，感谢王先生展示了一个如何理性的回答一个质疑的问题。OK， 好。观点，共产党就是画皮里的那个女鬼，用人皮来包装骗人，背后报谢本性吃人，说的漂亮不干人事。 OK， 情况，日本总裁候选人3名候选人，岸田的主张是以日美主轴同盟为主轴，保持和中国对话。岸田是比较亲中的啊，可以认为他是不愿意对中强硬的，石破是亲中的啊，主张日本的角色是撮合美国和中国，协同双方建立世界秩序啊，我觉得比亲中还要亲一点，就是说好像叫什么，那叫什么熊猫派啊，日本的熊猫派菅义伟说中国对日本有威胁，中日存在各种课题，在强调日本的立场和主张的同时，在需要时进行高层的对话以解决课题，这是正视中国威胁的。以日本网友的话讲，3个人在中日外交关系方面都不及格，日本民间对于和美国保持同步的呼声很大。日本还是保守啊，就是说他会采取更保守的策略，我觉得就是说他比需求会慢半拍，至少慢半拍然后等到事情的局面形成的时候，他再去做，这就是日本的政治比较保守。王老师，我在墙内受荼毒多年，请问如何形成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您说掌握足够多的常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问题，请指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就算你在美国生活长大，也有价值观，每个人都有价值观的问题，只不过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尽量的掌握更多的常识，掌握更多的普世价值观，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一致，我们还是会不一致。你比如说，我知道125，你知道346，我们就不一致。所以，普世的价值观并不是让大家一致，普世的价值观其实是让大家在不一致的时候如何相处啊。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我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会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你就正常的生活，然后尽量的去让自己 open mind， 开放自己的思想，接受更多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就好办了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必太介意这件事情，好不好啊？明谢丁建军，谢谢马徐生，谢谢支持王老师啊。王晓，谢谢为超清画质和新背景点赞，谢谢Wi-Fi， 谢谢。有人性和道德都应该抵制中共。OK， Harper and Christopher Oliver 徐，谢谢 TT， 谢谢，非常感谢和认同先生的观点。我在2000年出头，那时15岁，出国吧，和家人回到上饶和家人回到上饶的农村去探访以前插队的老乡。当地接触了很多县镇一级的官员，感觉他们都无所事事，基本上是吃喝打麻将，农民的日子很困苦。我想说，今天6亿人1000元收入，我一点都不惊讶。哪怕我在国内和海外有很多朋友非常富裕，也不影响一些基本的判断，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建议王先生是否可以用个话题支架，把话筒架在地上。您移动水杯和桌子上产生的噪音听得不舒服 ，OK， 是吗？有吗？哦，那我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水杯是吗 ？OK， 好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